5对5的 VR 多人射击游戏 Veil VR 的克制版本现在已经在进行阿尔法测试中。只要你进入游戏的 DC 频道，私信管理员你的 Meta 账号邮箱，他就会把测试包邀请链接发给你。这款游戏当初最早在 Steam 发布的时候，势头还是很猛的，有很多 VR 的国外自媒体都为它做过宣传。所以当它现在每日最高在线只有40人的时候，很多路人不禁评价一句 Dead Game。所以他们现在移植克的商店是非常明智的决定。Veil VR 的个人特色还算蛮明显的，比如说强调物理效果，枪支会与环境发生碰撞，你可以向队友投掷弹夹，在拐角处弹射手榴弹、攀爬梯子、跳过障碍物、乘坐滑索等等。而且主打 VR 射击游戏竞技的公平性，你是无法在 Veil 里面设置个人的身高的，因为他们认为不同的身高会影响 VR 射击游戏的平衡。同时他们也非常看重游戏里的社交功能，在 PC VR 版会有一个社交中心，供玩家们自由体验玩一些娱乐性的迷你小游戏。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到快手版的 Veil VR， 感受一下移植的水准到底如何。VR 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首先我们可以在游戏里设置里边改一下图形选项，我们可以把它拉到最高，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克3，我尽可能的把所有图形画面的选项拉到最高之后，发现稳不住72帧。那我现在渲染分辨率调的是1700×1800，它这个图形画质选项，即便你拉高了，其实你感觉不到它的画质有明显的提高。其次呢，就是我这个渲染分辨率对于克3来说其实不高的，但是它也稳不住72帧，说明它后续的优化工作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提高。直接进到游戏的地图里，你也明显能感觉到它的这些模型材质都远远不如雇佣战士和巴甫洛夫的 VR 一体机版。原因也很简单，它在 PC VR 上的时候就是走这种极简科幻风格的画面，地图里所有的元素几乎都是以这种一面的墙体作为主导，而这些墙体的它的本身的纹理也是非常的简单，就你好像只是换了不同颜色的这种水泥墙一样。所以等你移植到 VR 一体机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限制于 VR 一体机的性能，它在这个图形画质上就很少有能够发力的美术部分，尤其是没有光影的支持之后，整个地图里面所有的整体画面风格就是比较暗淡的。不过游戏毕竟还是处于阿尔法测试，后续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自己下载这个游戏的时候，它安装包竟然有16GB 的容量啊，这一点我是比较吃惊的，因为它本身画质不好。我一开始以为16GB 下载过来，它的画质肯定会很好，没想到，完全低于我的预期。同样有几乎10几个 G 的这个雇佣战士，它的画面就完全比这个要好得多。不过 Veil 的整体声音效果做的是比雇佣战士要好的。我在 Veil 里面可以明显清晰的去分辨脚步声，它的脚步声的轻重区别，我个人觉得还是差异化比较显著的，而且立体感很强。所以我在 Veil 里面可以非常充分的去利用声音的远近，还有它的不同的声音的效果来判断敌人是否在我附近，提前做出一个判断。这一点我觉得是远远好于这个雇佣战士。同时包括枪的声音也是，这里面的声音就会更有那种机械实感，比起那种雇佣战士就是稍微有点塑料的感觉就要好得多。Veil 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大概就是它的持枪的物理感。那对于枪械的部分，我们最好是先到这个武器设置里面去感受一下。我们按下 A 键或者 X 键打开菜单，那在它的左下角的第一个，这里就是调整你的武器，点击你的主武器，你可以看到下面有3个选项，这些大概是你的皮肤选项，现在在 VR 一体机版里面还没有这个皮肤推出。那接下来就是一些主要的枪械，你可以进行更换。那在右上角的部分，你可以调整你的瞄镜，它这有很多种瞄镜可以选择。Veil 它在你更改枪械比较方便的点就是，你左手不是在按菜单吗？你右手可以即改即拿，你不需要点一下保存，你直接换好瞄镜，换好枪，你直接从你的腰部掏出这个枪，它就已经直接进行了变化的。你可以随身携带2个辅助道具，比如说这个爆破手榴弹和这个闪光弹，它们分别位列于你的左右手的这个小手臂上。因为它们不是传统的这种手榴弹的造型嘛，你按一下扳机键就可以直接丢了，就并不存在那种拉环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破坏效果，这个特效做的还是可以的。
VR 里面的持枪方式也是非常的灵活。我们常规的来说，我们左手作为辅助手，不是要拖住这个枪管吗？但实际上在 VR 里面，你的这个辅助手有时候可以握在这个弹夹这边，并不一定要放到前端的这个枪管这里。而且 VR 里面的武器都是带有那个物理碰撞的，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蹲下来，前面如果有这种小桌子，或者说是前面的集装箱，你就可以蹲下来，然后把枪架在上面，这样让你的射击变得更加稳定。甚至它还允许你双持武器。那我现在右手是主用手嘛，那我左手可以直接把这个枪拿起来，右手直接从身边掏出手枪一起使用。这样在我们正常的比赛过程中，你可能来不及换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快速的用手枪出击。但在其他 VR 射击游戏，一旦你的右手松掉了枪，它就自动回到你的腰身上面，就不可能再让你的左手直接抓住它。这一点是非常高效的。而且 VR 还允许你直接切换成左撇子，不需要你在设置里面事先设置之后再回来，这一点是非常方便的。在你一进到 VR 里面之后，其实就出现在了这个军械库，你可以玩一些小的迷你游戏来熟悉你的枪械，比如说靶场、射击练习，你都在同一个地方一点击，你前面的这个原来的靶场它就会更换掉，甚至你还可以跟朋友们进到大厅之后。打这个篮球，打这个冰球，能够打冰球确实是蛮让我意外的。其实 VR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主打 VR 射击游戏里面有着最好的物理效果，那他们也确实做到这一点，只不过在实际的射击游戏的过程中就不会有那么突出的表现，因为你平时也用不到这个物理效果啊，在战斗射击的时候。如果你想到加入游戏房间的话，先按下 A 键打开菜单，它的首页这边你可以看到现有的服务器。我中午的时候顺便来看了一眼，只有3个房间，那你也可以自己创建这个房间。这里面地图呢数量也是大概5、6个吧，多是不多的，反正总体的这个地图的质量其实都在一个水平。我觉得 VR 里面的它的地图的设计啊，其实更像那种真人 CS 竞技场，你都可以感受到自己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大的一个范围面积里面。它更多的是利用各种掩体和墙体构成了这个空间布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位置都可以算成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说玩起来呢竞技性是比较强的。总的来说 ，VR 一体机版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没什么惊喜，但是上手之后你会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它的娱乐性还是蛮强的。总体上你会感觉跟雇佣战士差不多。所以那些平时像我一样习惯玩雇佣战士的人，就会很快上手这个 VR。我甚至在 VR 里面试了几把，我觉得我自己的总体成绩在200多毫秒的延迟下，表现的要比雇佣战士来得好。目前来看，唯一最大的缺点还是图形画质方面的落后吧。不过他们修改更新的时间和空间还是蛮大的，希望他们后续能够好好发挥。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令 VR 走入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具体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么下期视频再见。